好，終於也是來到了億萬天開這套超合金劍俠最終的合體篇。之前出過的6款成員，我們現在已經都擺成了合體的形態。可以看到，桌面上用5個地台已經拼成了五角星的形狀。那現在看桌面上邊的效果也是非常壯觀的。我們準備開始組合。組合之前的第一步準備工作，我們還是需要拿出遼寧號的主體。在最後一款成員出來的時候，它會帶一個改锥和替換的胯部的組合零件。我們需要把這一條腿替換一下，把它的螺絲都擰開。注意一下，這塊摘除的時候裡邊是有彈簧頂着的，小心一些，不要崩飛。然後我們把這一塊摘掉，換上這個單邊的，給它嵌進去。然後再次安裝回去，把所有的螺絲都剪好就可以了。注意后邊的這個蓋子是上下套合的夾層，先把這一塊都撥鬆，將胯部的滑槽整個嵌進去，左右再夾合，把這裡全部捏緊，前方的扣子削住，後方的這一塊進行上下的套合，再蓋下來。另外一條腿我們更換了合體的關節，也是用中間把它夾住。這樣2條腿我們就全部結合好了。五角星的這個地台站立在上邊，這個尺寸也是差不多的，剛剛好。手臂的組合方式，這裡有一顆小導彈，把它推着滑到前方。在合體的時候注意一下这個組合關節，它是3面有凹槽的，我們把凹槽衝上，下邊的這個平面直接滑下去。另外一邊同樣推出導彈的小滑槽，3面缺口衝上，整個套進去。然後導彈下方有一個滑槽，我們往裡推，把這裡鎖住。後翼作為武器的一把大弩槍，跟這樣插在手裡，握起来。另一條胳膊潛艇變成的這把槍，可以插在這兒。那麼好，超巨大的這個艦船機器人合體，我們就全部完成了。哇，放在這裡看起來的效果還是非常壯觀的。全部組合到頭頂的高度已經來到了53公分左右，到背包的最高處更是很誇張的62公分，超級誇張的視覺效果啊！你可以看到艦船上邊每一個單體非常複雜的一些機械結構，以及身上的各種艦炮、雷達所點綴出來的層次感，包括整個機器人胸甲堆砌出來的感覺也非常棒。我不知道用這個形容詞合不合適啊？在我腦海中第一印象閃過的竟然是雕梁畫棟，用整艘船和潛艇所組成的2把武器，也能很誇張地展現出來這個機器人巨大的噸位，2個大腳板變形完成踩在地上，甚至還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整體的美術風格是非常在線的，身材比例很匀稱，而且整個的顏色統一下來，點綴的這些紅色條紋以及身上的一些細節的勾勒，都讓這一套非常的耐端。你就算合體組一個大機器人擺在這裡的話，真的你站在它的旁邊也可以駐足很長的時間來觀看它身上每一點點的細節，以及這些層次堆疊出來的裝甲刻畫，真的非常漂亮。背後來看的處理效果也是不錯的啊，把船底大部分的紅色面都展現在後背，而且很难能可貴的是，在如今這個大褲衩大馬甲盛行的年代，這一套是沒有做任何的配件化合體處理的，身上所有的部件全部都是用单体变形出來的，这點就很好。甚至從側面來看的整個觀感效果，背包也不會顯得特別厚，完全在接受的範圍之內。要說缺點的部分，也是因為單體的這些成員都太重了，本身來說個頭不小，身上也融入了不少的合金零件。這些齒輪關節雖然在每一個齒位上邊都做了調整，但是支撐起來，尤其舉起這麼大的一條艦船，承受的力度還是有點太大了。不過當你把武器卸下來，單舉這一條胳膊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支撐的力度也可以。脖子這裡有一個伸縮的雙段關節，來回的活動範圍非常的大。肩膀位置這裡設計了雙段的齒輪關節，不過平舉胳膊也不能舉到90度平，大概只能這麼高。二頭肌根部旋轉是角色的单體腰部，這裡邊是賽鋼的關節，所以磨起來會有嘎吱的聲音。肘關節的曲臂這裡也是齒輪關節，可以折到90度。大手360度旋轉，全指可動。腰部齒輪關節360度旋轉沒有問題。不過這麼大的組合金剛並沒有設計彎腰的關節，這一塊基本上是鎖死的。打開側裙甲時，注意前方這裡有一個插銷，把它打開之後前踢，
可以踢到90度平，支撑的穩定性也没有问题。打開整片後裙架，往後踢，齒輪關節也完全撐得住。側抬的話，可以踢到90度平，支撐穩定性也可以。大腿根部齒輪關節360度旋轉，膝關節可以折到90度大一些，這裡邊的齒輪關節也有一些擋肉的零件。來做一個圓滑的處理。腳踝這裡設計了獨立的左右接地關節，但是這一只腳因為中間涉及到很多環環相扣的鎖定點，如果沒有變到位，或者你擺一些造型的話，這個腳踝扭動幅度很大，很容易把這一塊的一些卡扣脫開，它的站立支撐穩定性就沒有那麼的好了。所以這也是這一款的最大問題啊，出在了這一只腳的锁定位置上邊。也是站立的時候建議大家組合形態靠牆站吧。再有就是这一套身上有非常多的箭炮、雷達了这些小的装飾零件，你在合體把玩的過程中不注意会把这些小東西碰下來啊。所以你在合體形態下，我個人建議還是能把這些摘掉的盡量摘掉。但如果你是靜態擺放，或者說擺艦船的形態，這些小零件裝上去會起到一個非常好的點綴效果。那麼總的來說吧，作為一套6合體的組合金剛，準確的來說其實是5個半合體啊，畢竟那一款是變成了武器的部分。整體的一些結構布局還是非常明確的，變形主要麻煩在一些細小的零件以及艦船形態下的一些裝飾位點上邊的繁瑣部分。當然，作為艦船變形玩具統一的設計邏輯，這些包片的內容在所難免。可層層裝甲羅列下來，最終完成的這個組合形態也是相當霸氣的。不論是人形、載具，還有最終的合體形態，觀感上邊都會讓人非常的滿足。但也因為尺寸過於巨大，這一套把玩起來其實也是挺累人的。那麼大家覺得一玩天開這一套超合金劍俠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那麼這一套我們就完結，撒花。